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卫国战争中，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曾亲自下令，不得接受德军第197步兵师第332团的投降，务必全歼该团。这支被诅咒的德军部队犯下了何种罪行，令苏联最高统帅雷霆震怒，亲自下达了务必全歼的命令。1941年6月22日，德军出动190个师、3700辆坦克、4900架飞机、47000门大炮和190艘战舰，共计550万人，兵分3路闪击苏联。7月3日，斯大林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号召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反抗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时年18岁的卓亚刚刚中学毕业，放弃了当一个老师的梦想，响应号召，参加了反抗德军的战争。卓亚赶到了集合地点后，即使第一次上前线，面颊上也完全没有一丝惧色，成熟坚毅的仿佛一位老兵。面对长官的任务分配，卓亚上来就表示自己不希望因为是姑娘就接受特殊照顾，主动请求队长把彼得里谢沃村的重要任务派给他。此时是莫斯科最艰难的时刻，对于德军来说，他们是占据优势的一方。就比如卓亚此次任务的目标彼得里谢沃村，里面就驻扎着纳粹的第190师第322团，那里的敌人正安然无恙地在屋子里烤着火，而苏联的百姓却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为了配合正面战场，1941年11月20日，卓亚所在的鲍里斯克拉伊诺夫特工小组的任务就是烧毁法西斯占领地的军事设施和驻地营房。第一次行动非常顺利，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烧毁了敌军的不少军事设施。然而战场瞬息万变，运气往往不会二次眷顾一个人。第二次执行任务，卓亚就被捕了。卓亚被俘虏后，德军为了掌握苏军的情报，便开始对卓亚严刑逼供。可是德军小瞧了卓亚的意志力，面对敌人的审问，卓亚提供给德军的全都是假消息，说自己名叫丹娘，自己仅是一个民兵，什么都不知道。很显然，德军并不相信他所说的，并开始用皮鞭疯狂地抽打他。可是即便是面对这样，卓亚便再也没有说一句话。此时德军332团团长来到了卓亚的面前，询问他：你们的行动有什么目的？有多少人？没有，我不知道，我不告诉你。漫长的严刑拷打下来，卓亚只是无情的、机械地重复着这3句话，他没喊一句疼，也没有任何屈服的迹象。即使最后肉体休克、意识模糊，卓亚的意志也始终保持着一位合格的红军战士最崇高的精神。很显然，这样的行为激怒了这位团长，他接过皮鞭，恶狠狠地抽打了他200多下。此时的卓亚全身已经伤痕累累，而这仅仅只是开始。他将卓亚的衣服扒光，并将他推出房门。要知道，当时苏联的冬天可是能达到-40度。就是这样，德军在后面用刺刀逼着卓亚，在雪地中整整走了有1个多小时。再度回到房间中的卓亚已经被冻到神志不清，而此时的德军并没有打算放过他，又将他吊起来用皮鞭抽打。此时撑不住的卓亚已经昏死过去，而一旁的德军用冰冷的雪水将拖醒。再次苏醒的卓亚面临着将是来自数名德士兵的轮番凌辱。在这之后，德国士兵并不打算放过卓亚，又将他推出房门，逼着他绕着村子走了好多圈。等到再次回到房间时，脚已经冻得肿胀到无法穿上衣服。而此时的卓亚已经昏迷，仅仅只是依靠着本能想要喝水。而此时，一旁的德军竟然真的将水放到了卓亚面前。可是德军又怎么会如此好心呢？正当卓亚下意识地喝着面前的水时，德军却一脚将水盆踢翻。他们享受着这种虐待卓亚的快感，直到深夜。这些德军休息下后，卓亚这才轻松了那么一点。等到第2天早晨，德军用着煤油灯，粗暴地向着卓亚的脸烧去。接下来迎接他的又是一顿粗暴的审问。可是卓亚依旧以沉默对待他们。此时的德军已经不耐烦，决定处死他。他们在卓亚胸前挂着纵火犯的牌子，推搡着他向着刑场走去。而卓亚却昂首挺胸地自己走上了刑架，向着那些德军说道：你们的恶行终会受到报应。然后踢开了他脚下的木板。最终，卓亚在痛苦中结束了自己年仅18岁的生命。可这并没有完，这些德军为了满足他们心里扭曲的快感，便将卓亚的遗体吊在绞刑架上1个多月，并且威胁附近的村民不允许替他收尸。直到苏联红军攻打到这里，卓亚的遗体
这才被取了下来，进行了安葬。苏联18岁的女战士卓娅，在经过德军数日的折磨后，惨遭敌人的杀害。当这件事被斯大林知道后，斯大林十分愤怒地说道：“如果在战场上见到332步兵团，一律全部消灭，绝不留活口。那么332团最后的下场究竟是如何呢？”年仅18岁的卓娅被德国人用残忍的手段杀害，这也彻底点燃了苏联军民的怒火。在苏联红军的莫斯科大反攻时，将士们所喊的不再是保卫苏维埃、保卫莫斯科，而是为卓娅报仇。也正是这种信念，在莫斯科保卫战时，德军尝到了入侵苏联以来的第一场失败。也就是在这一场战斗中，德军直接损失了50万精锐。在保卫莫斯科战役结束之后，德军再也没有对抗苏联的本钱，属于苏联的反攻开始了。1945年，经过漫长的作战，苏联红军进攻到距柏林100余公里的位置，也敲响了德国战败的丧钟。苏联红军兵分3路进攻柏林。最开始，苏联以数以千计的卡秋莎火箭炮向着德军的阵地发动轰击，在红军的炮火下，苏联很快攻破了德军的防线。经过红军战士们的奋战，最终成功进入到了柏林市区，便开始了最为激烈的巷战。可是苏联红军并不打算这样做，调集来了数千架飞机，向着柏林投下了上万吨的汽油弹，然后苏联红军便开始进入柏林。而此时驻守柏林的就有残害卓娅的332团。当得知这个消息后，红军战士们群情激愤，便伴随着坦克一起向着柏林发起了最后的冲锋。此时希特勒察觉已经没有胜利的期望，便选择了自尽。等到第2天，苏军的攻势依旧不减。然而此时的德军当得知希特勒已经自杀，便大都失去了斗志，纷纷选择向苏联红军投降。当然，德军332团也在其中。可是苏军并不打算放过他们。苏军从战俘中将332团的团长揪出，用皮鞭肆意地抽打着他，要让他尝一尝当时卓娅所体会过的痛苦，并且用非人的待遇让这位团长饱受羞辱。最后将332团团长赶上绞刑架，让他在痛苦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而332团其他的士兵也并没有逃过苏军的惩罚。苏军不接受332团的投降，并将332团的士兵集中到一起，然后用枪全部执行枪决。这样做也是为卓娅报了仇。自此之后，德军直接取消了332团的编制。苏联红军在为卓娅报仇时，竟然从332团的士兵中听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卓娅当初之所以被俘虏，完全是因为有内奸故意透露给德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1941年，9903部队接到上峰命令，去距离莫斯科郊外的彼得里谢沃村烧毁在那里驻守的德军332步兵团的物资。命令下达以后，9903部队派出卓娅、克鲁伯科夫、克拉伊诺夫3个人执行任务。当他们走到德军驻地时，才发现驻守在这里的德军整整有20多人。眼看敌人的人数是自己的数倍，卓娅便决定趁着夜色发动突袭。当天夜里，3人分别从村子的3面进入德军驻地。可是他的一个战友克鲁布科夫不知道为何并没有成功点燃，而他造成的声响却吸引来了德军。很快他便被德军巡逻的士兵抓住，将他带到了332团团长的面前。十分胆小的他还没有等德军问话，便将他的另一个同伴供了出来，并且告诉敌人在完成任务后将会到附近的一个森林中会面。就这样，在克鲁布科夫的带领下，来到了他们会面的地方。他的另一个同伴不知为何跑到了森林的深处，而卓娅却在那里等着他。起初卓娅以为来的人是自己的2个同伴，但当走近才发现竟然是德军。卓娅反应过来，准备射击时，但就太迟了。德军成功地将卓娅抓捕。之所以会如此折磨卓娅，那是因为克鲁布科夫已经将所有的情报说出，而克鲁布科夫因为举报卓娅有功，被德军安排到苏联边界生活。可是当苏联红军从德国士兵嘴中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便很快在边界将克鲁布科夫抓获，并送到了前线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最终以叛国罪判处他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1942年，卓娅也被苏联追授为苏联英雄，并且将卓娅的遗体安葬在莫斯科名人陵园，让所有苏联的后辈敬仰。